刚把心仪的盆栽带回家，很多人做的第一件事，往往就是它送命的开始。看着叶子翠绿，花苞饱满，心里想着既然到了新家，就得给它吃顿好的，拿起身边的复合肥、营养液，甚至家里存的那些自制酵素，一股脑的往花盆里灌。你觉得自己是在疼爱它，实际上是在亲手把它推向死亡的边缘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无数新手花友用钱包和空花盆堆出来的惨痛教训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彻底揉碎了讲清楚，为什么刚买回来的花绝对不能施肥，以及在那个至关重要的缓苗期，我们到底该遵守哪3大纪律，才能把花真正养活养久。到了你家，光照变了，可能从全日照变成了只有半天光，嘿嘿，或者直接进了室内散射光环境。湿度变了，从大棚里的 8%-90% 降到了家里的 4-50%， 要是开了冷气，那更是干得像沙漠。通风也变了，家里再怎么通风也比不上大棚里的空气对流。这所有的变化对植物来说都是巨大的生存压力。这时候的植物正处于一种极度的应激状态，它身体里的所有能量都在用来适应新环境，都在忙着修复受损的根系，忙着调整气孔的开合来减少水分蒸发。它的代谢系统虽然在运转，但是是非常脆弱的平衡。这个时候你给它施肥，无论是有机肥还是化肥，对它来说都不是营养，而是负担，甚至是毒药。我们先来深刻剖析一下为什么施肥会变成催命符。这涉及到植物根系的一个基本物理原理。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靠的是浓度差。正常情况下，根系细胞液的浓度高于土壤里水分的浓度，水就会自然而然的渗透进根系里，这叫吸水。但是当你施肥之后，土壤里的离子浓度瞬间升高，特别是那些速效的化学肥料，一旦浓度超过了根系细胞液的浓度，反向渗透就会发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根系里的水不仅不会吸收土壤里的水，反而会被土壤里的高浓度盐分给吸出来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烧根。植物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？就是你明明浇了水，土也是湿的，但是叶子却从边缘开始发焦枯黄，整棵植物迅速脱水萎蔫，就像被火烤过一样。这就好比一个刚刚做完大手术的病人，身体极度虚弱，消化系统几乎停摆你非要塞给他一只红烧蹄膀，还要逼着他吃下去，结果只能是加重负担，甚至导致系统崩溃。刚买回来的花就是那个虚弱的病人。既然不能施肥，那我们在缓苗期到底该做什么？这就是我要讲的3大纪律中的第1条，创造一个过渡性的疗养环境。很多人把花买回家，往客厅电视柜旁边一摆，或者往阳台上一扔就不管了，这非常危险。客厅通常光照不足，通风不好。阳台虽然光照好，但如果是夏天，暴晒会直接把还没适应的植物晒死。你需要给它找一个家里最舒服的位置，这个位置要有明亮的散射光，但不要有强烈的阳光直射。什么叫散射光？就是你不用开灯也能看书读报，但是太阳不会直接晒到你的皮肤上。这样的光照强度既能维持植物基本的光合作用，让它产生能量去修复根系，又不会因为光照太强导致叶片水分蒸发过快，造成根系供水不足。同时这个位置一定要通风。我说的通风不是让你拿电风扇对着花吹，而是空气要有流动大棚里的空气是时刻流动的，植物已经习惯了呼吸新鲜空气。如果把它闷在一个死角里，盆土里的水分散发不出去，根系呼吸不到氧气，很快就会闷根腐烂。特别是那些浇水之后多余的水分，如果不能及时挥发，积在盆底，那就是细菌的温床。所以把新买的花架高一点，或者放在窗户旁边但避开风口的位置，让空气能够自然流通，这对缓苗至关重要。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温度的问题。很多花友是从网上买花，发货地可能在南部，你家在北部或者反过来，这中间的温差可能非常大。如果温差超过10度，植物的反应会非常剧烈。比如你冬天从温暖的产地买了一盆热带植物寄到寒冷的家里，虽然室内有暖气，但是运输途中和进家门那一刻的温差冲击，足以让植物掉光叶子。
这种情况下，你更要小心，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暖气设备旁边，也不要放在冷风直吹的门口，要给它一个温度相对稳定的环境，让它慢慢适应。有些花友为了保温，会给植物套个袋子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喜欢高湿度的植物，但是一定要记得在袋子上扎几个孔透气，而且每天要打开袋子通通风，否则里面湿度太大，温度一高就成了蒸笼，植物直接就蒸熟了。接下来我们讲第二大纪律，也是最考验花友定力的一条，控制水分，宁干勿湿，但要保持空气湿度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，其实包含了2个层面的意思。第一个层面是盆土的水分，刚买回来的花，因为根系吸收能力差，它对水分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大。大棚里虽然浇水勤，那是因为环境蒸发快，植物长得快。到了你家，生长变慢了，蒸发变慢了。如果你还按大棚里的频率浇水，或者看表层土干了就浇透，很容易造成积水烂根。怎么判断该不该浇水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颠盆，把花盆抱起来掂一掂重量。如果你感觉轻飘飘的，明显比刚浇完水的时候轻了很多，那就可以浇水了。或者用手指插进土里2-3公分，如果感觉里面的土都是干的，再浇水。如果土表是干的，但是下面还是湿的，千万别浇。对于一些耐旱的植物，比如发财树、虎尾兰、多肉植物，甚至可以等到叶片稍微有点发软发皱了再浇水，这样更安全。这种略微的干旱胁迫反而能刺激植物生根，让根系为了找水而向下生长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陷阱，很多花友听了宁干勿湿，就真的10天半个月不给水，结果把花干死了。特别是对于一些草本花卉，比如绣球、玫瑰，或者是叶片薄、蒸发量大的植物，缺水太久也是致命的。所以你要观察植物的状态，叶片有没有下垂，有没有失去光泽，这些都是缺水的信号。但是切记，叶片下垂不一定是缺水，也可能是烂根或者是休眠。如果土是湿的，叶子还下垂，那绝对不能浇水，这时候浇水就是喂毒药。这时候应该做的是通风，甚至要把植物脱盆，检查根系，把烂根剪掉，换上干爽的透气土重新种。第2个层面是空气湿度，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关键点。大棚里的湿度通常很高，植物的叶片习惯了湿润的空气。到了家里，空气干燥，叶片水分蒸发剧烈，但是根系吸水又跟不上，植物就会出现干尖、卷叶、落蕾的现象。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，以为是缺水，就拼命往盆里浇水，结果土里烂根，叶子干枯，死得更快。正确的做法是，盆土要控水，但是要通过喷雾的方式增加植物周围的空气湿度。你可以准备一个喷雾瓶，每天早晚往植物叶片周围喷水，制造一个小范围的湿润环境。注意，是喷雾，不是喷水柱，要像雾气一样笼罩在植物周围。而且对于一些叶片有绒毛的植物，比如大岩桐、非洲紫罗兰，或者叶心容易积水的植物，比如君子兰，不要直接往叶子上喷水，防止烂心烂叶。你可以往花盆周围的地面喷水，或者在花盆旁边放一盆水，利用水分蒸发来提高局部湿度。这种做法既解决了叶片缺水的问题，又避免了盆土过湿导致烂根，是缓苗期非常有效的保命手段。再来说说第3大纪律，管住手，别折腾。这一条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最难。很多花友把花买回来，看原来的盆不好看，立马就要换个高大上的瓷盆，看原来的土太普通，非要换成自己买的高级营养土，或者看枝条长得乱，拿起剪刀就想修剪造型。这些操作在缓苗期全部都是大忌。植物的根系是非常精密的，上面布满了肉眼看不见的根毛，这些根毛是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力军。你在换土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会弄断这些根毛，甚至弄断主根。等到你把它种进新盆里，它不仅要适应家里的光照温度，还要重新发根，重新抓土。
双重打击之下，能活下来的都是命硬的，大部分都会在折腾中慢慢枯萎。判断缓苗期是否结束，绝对不是靠掐指一算，也不是看日历上过了几天，而是要看植物给你的通关信号。最直观的就是看生长点。什么叫生长点？就是植物枝条顶端那个最嫩的芽，或者叶心中间那个准备冒出来的小卷。在缓苗期，因为根系在罢工，水分养分供不上，这些生长点通常是停止发育的，甚至显得有点灰暗干瘪。但是当你在某一天清晨突然发现那个顶芽舒展开了，或者叶心冒出了一点点鲜嫩的绿色，看起来水灵灵的，甚至比旁边的老叶子还要精神，这就说明地下的根系已经修好了水泵，开始正常往上输送水分和养分了。这就是最确凿的复活信号。还有一个信号是摸叶片的手感。刚买回来的花，尤其是经过长途运输的，叶片摸起来往往是软趴趴的，没什么弹性，甚至有点发涩。这是因为细胞处于缺水或者半休眠状态。当你精心养护了一段时间后，如果发现叶片变硬了，挺起来了，表面甚至泛着一层健康的光泽，摸上去有种皮实的感觉，哪怕没有发新芽，也说明它已经适应了环境，根系抓住了土壤，体内建立了新的水分平衡。对于那些很难观察到生长点的木本植物，比如发财树、幸福树，你可以观察它们的树皮。如果树皮从干皱变得饱满，用指甲轻轻刮一下，里面是鲜嫩的绿色，那就说明它活得好好的。确认了缓苗期结束，是不是就可以大鱼大肉的施肥了？错，千万别这就开始报复性消费。这时候的根系就像是大病初愈的人刚刚能喝点稀粥，你突然塞给他一顿麻辣火锅，肠胃照样受不了。我们这时候要讲究薄肥勤施，而且要选对第一口奶。刚度过缓苗期的植物最需要的是氮肥来长叶子，或者是均衡的氮磷钾复合肥来全面补充体力。但是浓度一定要低，低到什么程度？如果说明书上让你兑水1000倍，你就兑水2000倍甚至3000倍，宁可淡的像白开水，也不能浓的像高汤。我们是用这点稀薄的肥料去试探根系的吸收能力，去唤醒它的胃口。第一次施肥最好选用液体肥或者水溶肥，因为它们吸收快，残留少。沿着盆边慢慢浇下去，不要碰到叶子，也不要直接浇在根茎处。浇完之后，第二天早上最好再浇一次清水，把土壤里残留的没有被吸收的肥料冲淡。这叫回水，是老园丁的不传之秘，能极大降低烧根的风险。观察1周，如果植物没有出现黄叶焦边的现象，而且生长点长得更快了，说明它接受了这顿饭。嘿嘿，下1周你就可以稍微提高一点浓度，或者缩短施肥的间隔。这就叫循序渐进，这就叫顺势而为。在正常养护阶段，除了施肥，最让花友头疼的恐怕就是浇水了。我在上部分说了宁干勿湿，那是针对缓苗期的保命策略。但是到了正常生长期，如果一直这么干着，植物也长不好。这时候我们要建立干湿循环的逻辑。什么叫干湿循环？就是土壤从湿润到干燥，再从干燥到湿润的完整过程。这个过程越快，说明土壤透气性越好，根系呼吸越顺畅，植物长得就越旺。很多人的花养不好，就是因为这个循环太慢了。浇一次水，半个月盆土还是湿的。这就好比人穿了一双湿袜子，穿1天2天还行，穿半个月脚都要烂了。根系也是一样，它需要呼吸氧气，水多了就把土壤里的空气挤跑了，根系就会窒息，产生酒精中毒，进而腐烂。所以我们在配土的时候，一定要加入颗粒土，比如珍珠石、火山石、粗河沙，来增加土壤的空隙。如果你买回来的花，盆土板结得像砖头一样，浇水都渗不下去，或者渗下去全是黑水，那等缓苗期一结束，必须马上换土，不然这盆花就像是被水泥封住了口鼻，迟早是死路一条。这里要纠正一个巨大的误区，很多人看到叶子黄了，第一反应就是缺水或者缺肥。其实黄叶是植物的语言，它有几十种含义。
我们必须学会辨证施治。如果黄的是最底下的老叶子，而且是慢慢变黄干枯，但是上面的新叶子长得很好，这叫退草，是植物正常的新陈代谢。就像人老了会掉头发一样，不用管它，剪掉就行。这反而说明植物在把养分从老叶子回收，集中供给新叶子，是智慧的表现。但是如果是新长出来的叶子发黄，那是大事。新叶发黄，脉络是绿的，肉是黄的，这通常是缺铁，或者是土壤碱性太大了，常见于北部的花友养栀子花、茉莉花。这时候施肥没用，你要给它喝点硫酸亚铁或者调酸剂。如果新叶子厚实，但是凹凸不平，颜色暗淡，那可能是施肥太多，烧根了，要赶紧大水冲盆。如果叶子整体发黄变软，而且盆土总是湿漉漉的，不用怀疑，那就是烂根了，也就是我们最怕的水黄。遇到了烂根，很多人就想把花扔了。其实只要抢救及时，还有一线生机。这时候就不要顾及什么三大纪律了，必须打破常规，进行外科手术。把花脱盆，用水把根系冲洗干净，你会看到褐色的烂泥一样的根，那就是坏死的组织。用消过毒的剪刀把这些烂根全部剪掉，剪到露出白色的或者绿色的健康切口为止。这叫刮骨疗毒。剪完之后，把根部泡在杀菌溶液里半小时，然后晾干伤口，一定要晾干，晾到根系发白发软，再用潮湿的干净的沙子或者蛭石重新种下。这时候千万别用原来的土，也别施肥，把它当成刚扦插的枝条去养，放在阴凉通风处，只喷水不浇水，等待它涅槃重生。虽然过程很惨烈，但是植物的生命力往往会给你惊喜。除了水和肥，光照也是决定植物生死存亡的关键。很多人觉得喜阴植物就可以放在没有光的小黑屋里养，这是大错特错。万物生长靠太阳，没有光就没有光合作用，就没有能量。所谓的喜阴只是耐受度不同。像绿萝、火鹤花这些植物，它们喜欢的是明亮的散射光，而不是黑暗。如果你把它们长期放在厕所或者没有窗户的角落，它们的叶片会越来越小，颜色越来越淡，最后慢慢消耗殆尽。而对于喜阳的植物，像九重葛、蓝雪花，那你必须给它全日照。什么是全日照？就是只要太阳出来就能晒到它，能晒多久晒多久。你如果把它放在玻璃后面隔着晒，效果都要打折扣，因为玻璃会阻挡大部分紫外线。这些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典型，光照越足，花开得越爆。如果你家光照实在不好，只有北阳台，那我劝你趁早放弃这些开花机器，改养点竹芋、蕨类，或者买个植物补光灯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尊重生物的习性。强扭的瓜不甜，强养的花不活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聊聊养花的一种气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养花随便扔个盆里，挖点填土，从来不管，花却长得郁郁葱葱。有些人天天测酸碱度，配土精确到克，各种进口药水伺候，花却总是死给他看。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顺性和逆性的区别。高手养花是顺着花的性子来，花喜欢干，我就少浇水；花喜欢湿，我就多喷雾。他是在观察植物的需求，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植物。很多新手养花其实是在养自己的焦虑，今天担心它渴了，明天担心它饿了，后天担心它冷了。这种过度的关注其实是一种干扰。植物有自己的生物钟，有自己的适应机制，你频繁的干预打破了它的节奏。养花真正的最高境界是不管。这个不管不是真的不闻不问，而是在建立了正确的基础环境，了解了植物的习性之后做到的无为而治。你给它创造了类似原产地的光照、温度、湿度和土壤，然后就退后一步，把舞台留给它自己。还要记住一点，家庭养花，小环境很重要。如果你家里只有一盆花，它会很孤单，也很难养，因为一盆花调节周围微气候的能力太弱了。但是如果你把10几盆花聚在一起，它们之间就会形成一个互助的小团体。
叶片的蒸腾作用会提高局部的空气湿度，高低错落的摆放会形成微弱的空气对流。这就是为什么花市里的花总是水灵灵的，而你买回家一盆就容易死。所谓的独木难支，众木成林，在阳台上也是适用的。所以，如果条件允许，尽量把习性相近的植物摆在一起，让它们抱团取暖，共同抵御干燥的家庭环境。